经过上一次我试驾过了 Nissan Silvia S15，那是在我频道里面第一次试驾过 Nissan 的车。之后呢 ，Nissan 的车主呢就看到了，然后就联络我试驾 Almera Turbo。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只是 BOB。今天我身隔壁有一辆 Nissan Almera Turbo， 因为之前 Nissan Almera 是很圆的设计啊，给大家一个米洛丁的印象啊。这次大改款了之后的 Almera 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很有 premium 啊，很高级的感觉。首先这个影片呢，也要感谢车主子祥你好 ，Hello， 非常感谢你这次借我车，要不然想要试驾 Almera 很久都没有办法去试驾。这辆车其实讲真的，你比起 Honda City 啊、Toyota Vios 啊 ，Almera 会比较少见。当时我心里是想啊，这辆车是很好卖一下的，不知道为什么价钱他们觉得嫌贵吧？因为之前 Almera 给大家印象就是哇，平靓正很便宜那种，一下子起到8万多9万啊，很多人接受不到，而且它是3缸，对3缸 CVT。无论如何，只要买到自己喜欢车就好了。这样我们去看一下子祥的车 ，Let's go。Well，Nissan Almera， 如果比起 Toyota Vios 啊，或者是 Honda City 啊，讲真的，在这3辆里面，我会把这辆排在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最好看的一个，因为它整个设计让这辆车感觉到不像一个 B segment 哦，像什么车呢？如果你们看国外的 Nissan Altima， 也就是我们讲的 Nissan Tiana， 它样子真的是很像哈。它把它放在这辆车是比例是刚刚好的，它不像 Honda City 哈 ，Honda City 整个外形是好看，不过我觉得它的设计太圆润太小量了。反正我觉得 Nissan Almera 这次做的是非常的不错。第二点呢，它的钥匙呢长得像什么车？如果你把这个 Nissan logo 拿掉，你换成一个 GTR 啊，它就是一个 GTR 钥匙。你会看到很多 Nissan 的车都在用这一模一样的。这辆车的轮胎方面会比同等级来的大啦，205/55R16寸，设计呢也非常的漂亮。它用这个轮胎是 Continental UC6的 Singapore 的卡钳。其实你看它的车头哈，长得像 GTR， 像不像？蛮好看的啦。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不管你现在买到 High Spec 或者 Low Spec， 它中间的 logo 一定是这样子的。它是有一个 AEB 自动刹车系统。那 Almera 推出的时候总共有3个 Spec， 一个是 VL， 一个是 VLP， 一个 VLT。像我手上今天这辆的是一个 VLT， 也就是说最高配的9万多那一个哈，它有所有的最高配在里面，包括360度 camera 啊、皮革座椅啊这样子啊。锁门是按这里。解锁也是按这里，它没有它显示在后面。整个内饰呢是比上一代来的更好看，拥有这个皮革座椅。Nissan 说这个是一个 Zero Gravity 的座椅。Nissan 最厉害就是设计车包座椅的啦，让你坐得非常舒服。坦白说，我刚刚坐下去的话，真的是很舒服一下的。它就没有这个电动调节的座椅啦，所有的是手动的啦。门把这里的话，你会看到类似像 Carbon Fiber 的这种，这把灯跟上一代很相似哈。把灯在这里。如果今天你坐在里面，我不告诉你是3缸的话，你完全不知道这是3缸引擎，大到非常的顺，你也很难发觉到它是一个3缸。当然，它是有一点点少许的抖动，它不是很明显那一种。哦，这个 button 很有质感哦，它不像以前的那个 Almera 很嘎顿那种。但是这一代的话哦，真的，你听一下 button 的声音。这个唱机呢，车主就粘了一个膜哈，所以你看它比较蒙。其实它解析度是非常的好，其实比 CD 啊、GN2 啊来得更好了。讲真的，这辆车拥有 Apple CarPlay 啦，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 Android Auto。它比较鄙视用 Android 的人。它 plastic， 这里有一个皮革了，很薄的皮革。整个 steering 你在哪里会看到呢？你在 X-Trail 啊、Leaf 啊那些，应该都是同一个方向盘来的哈，拥有 flat bottom。不错哈，整个中控台会变漂亮了啦，因为它有半个 LCD screen， 时速表是 analog RPM 呢，就是 digital， 解析度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好看。它还可以看很多资讯，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资讯的话，比如说油耗啊，这样我就看不到我的 RPM meter 了的不。其实拥有这个电子显示的话，你可以 set 很多的东西，保留在钻石表就好了。这辆车6030 km， 因为这辆车是 VLT 最高配的，所以它会有自动头灯的。我们今天把它打开 ，fog lamp signal。方向盘是可以上下前后加分。CVT 5段变速箱 ，Nissan 叫做 Xtronic 啊，下去就是 D， 再下来就是 L。那这辆车的 Sport Mode 是在哪里呢？是在这里的，这个就是它的 Sport Mode。按了之后会在你的 meter 上面会显示。传统手刹，同等级的对手里面，不要说 CDRS 啦，我们说 CD 普通的就好了，它也是一样传统手刹。它的这个 armrest， 这中央扶手就没有东西好讲了，小得很。这里就是皮革。看得很高级哈，这个 button 很特别哈，你要开的话就是关的话就这样，
我觉得很特别的设计哦，我暂时没有看过有车厂这样啦。On， 中间 off， 后面也是一样。进啊！这是开后面的 boot， 打开，这是开引擎盖，这是开油盖，这个是调整头灯的高低哈。LED 的方向灯 ，LED 头灯非常的帅气，非常的漂亮。子祥告诉我哈，原厂给它的价钱一粒灯是3000多块马币哈，正常啦，因为你要 LED 头灯嘛，肯定都是这个价钱的了。HR10第一季的1.0公升涡轮增压3缸引擎，所以你看到它会比较陡一点啦。但是Nissan呢，就说它在这边放了一个铆钉，你会看到它会把这里滤震掉，看到吧？所以你坐在车里面反而没有讲很陡很陡，但是你在引擎上面你看到怠速的时候是这么陡，那你踩油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啦，不会这样陡的啦。配搭着 Xtronic CVT 5段变速箱，所产生的马力是100 PS 152牛顿米，在2400转的话，它就会产生152牛顿米。马力数据不是讲很厉害，但是你看它的扭力哈，152牛顿米，就好像今天是一个1.5公升自然进气的引擎啦。据说这个是在泰国 spec 是没有的，在马来西亚 spec 就会有给这个 sponge， 据说是让风声啊不会这么多传到车厢里面，改善噪音的这个 sponge。把以前的 Almera 给忘掉，记得这一代的就好了。完全改观，尾灯又有 LED 的尾灯啊，但 Signal 灯是传统灯泡哈，排气管已经是隐藏式的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尾箱是480多公升而已啦。如果你比起 CD 啊502公升啊，那个会来的小一点。Vios 也是会比这个大，比同等级来讲，这个尾箱是比较小一点。Spare tire 小 size 的，干干净净的尾箱。我身高173，这里剩下一个拳头，头部空间剩下一个拳头，椅背倾斜角度还行，但是我会觉得 CD 会比较倾斜一点，这个会比较直一点。发泡棉它没有讲太硬，没有讲太软。后面有一个 USB 插槽，这里有一个 pocket， 但是在另外一边的话就不会有 pocket。后面还是有一个灯，也是这样子开的。哦，还有给一个中央扶手嘞 ，B segment。我会比较喜欢前座的座椅，整个包覆性非常的好，桌子非常的舒服，椅垫呢是非常的软，我觉得坐前面的椅子会好坐过后面啦。哎呦，痛哦！非常大的空间，钥匙、点手机放在这边没有问题，是非常大的。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啦 ，Let's go。好，我们今天车上呢就有3位人士啦，包括我、子祥还有冠军哥。Before 我们上山的话，我们来问一下车主一些 interview 一下啦。OK， 我第一上手哦，我 feel 到这个 Almera 呢，它很轻哦，那个整个 steering， 就是我今天觉得我一只手指我都可以再翻，你看。啊，对，它不会讲太硬。就是对于女生啊驾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容易驾，非常轻快。然后第二点呢，这辆车的视野角度很好，因为它用我这个小窗在旁边啦。它这个 side mirror 是放在它的旁边的这个车门这边，整个 suspension 很软很舒服啊。我过这个 bump 的时候啊，几乎是，讲呢，就是它的悬吊都是偏软啦，感觉到舒服啦。起步那一刹那哦，它都很顺啊，很舒服啊。它不会好像你今天加的那个 Proton 的 Pan CVT 啊，会 lag 啊什么的哈。如果你讲 Turbo lag， 我暂时还没有 feel 到，因为我没有一下子就跟它踩完油。只像你这辆车是刚刚拿车啊？对，拿不久了。几时的时候拿的？11月头。就是现在是2022年的1月嘛，你是11月头2个月的 ownership 啊？对。哦，都这么，为什么当初啊你会选择这辆车啊？为什么很多人讲，哎呀，为什么不要Honda City 啊，都到 Vios 啊那种？有没有人这样子问你？有啦，是有啦。啊哈。当时我是有3辆车都去试，但是这辆我是喜欢它，在它跑到100以上的时候啦，它engine声不会太吵，它的静音都很好，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安静的车。但是听说你有上一代的Almera的嘛，是吧？然后你再换到来这一代。对。然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改变很大了。这辆是真的给到我一点惊喜一样啦。就上一代基本上就是那种普通 B segment 加到很像 A segment 的感觉。很米洛丁的感觉可以讲啊。而且很嘎顿，这辆就给到比较帅气年轻化了。年轻化还有豪华，你整个中控看下去啊。
真的是这一代是帅气很多，真的是完全丢掉以前旧的 Almera 了。我觉得很多人不敢买新的 Almera 的原因就是，第一啦，就是你知道尼桑单枪的这个售后服务可能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可能是他们对那个车没有信心了，因为旧车他们讲很多问题啦，然后又很安全配备不好啦。但是这一代就加了这个 AEB 啊，自动刹车的话都 OK 啦。所以你买到来这辆车，现在走了6000公里啦哈。收发你觉得一次 service 需要花大概多少钱呢？200到400左右这样子咯。每一次 service 就是换黑油一下啦，换一下oil filter 啦，换一下一点东西啦。最大的 service 需要大概最贵那一次是1000出哦。哦，需要1000。那一次是换 CVT 牙油的。牙油、spark plug 那些要换啊。对，那一次是最贵爆了。你是用95还是97哦？之前是97啦，不过现在骑到有点严重，就转回95咯。打满一缸油啊，平均可以行驶多少公里？你有去记录这个东西吗？大概是19.9 km per liter。哦，这样省油啊！对。你要看油耗的话，都是这样子看。这样如果你开了这个，你就转速表就看不到了。就会看不到转速表了。你已经走了250公里了，一缸油。现在还可以走458。哦，还可以看 coolant temperature 在这边。对。很不错啊，这个仪表的资讯非常的丰富了。它就是油箱小一点哦，因为以前的跟 City 或者 Vios 都是45个liter，它这辆只有35个liter，差不多60以下都可以负担了。哦，好省油嘞，我觉得。97的话，差不多80左右咯。哇，这个油耗0.0公升的话呢，就是在塞车特别好用了，因为它塞车 CC 不大。日常车我这样子加很好用一下，它的这个 CVT 很顺哎，真的很顺。比起我加 Subaru 那些哦，还至少 Subaru 那些会有一点点好像 rubber band effect 这样。这辆车做到很顺哎，我一放油再踩，放油再踩，还好嘞，接近 AT 的感觉，完全没有 feel 到它是一个3缸引擎啊。如果你踩大油的话，你应该会听到那种引擎的声音啊，你知道它是一个3缸。我不喜欢就是它没有很肉多，不懂啊，因为你3车可能是刚刚导入这个东西啦，所以我觉得 CarCam 的方面是还有待进步这样啦。那个360度，它就会有时缩下这样。360度 camera 的话，每一次要开都是要 reverse 还是还有 button 给你按的？这个 camera 按 camera 就可以了。不过行驶的时候它不给你开。哦，就是要 parking 的时候才能用。停下来或者 reverse 的时候，或者是时速10以下也可以。它前面的 camera 会有时显色到不美啦，就可能它显色到太鲜艳的颜色，它会黑屏这样咯。哦 ，OK。不懂是技术问题还是它的 plug and play 的问题啦。拿去弄一天就好了啦。弄了2次啊，第一次是 reset 了先，可是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第2次再拿去，他就帮我拔掉它的 plug 咯，再重新插过，再重新安装过就没有事了。是开加速。哦，3000转以上，58%的油门这样子去。呼呼，如果你们驾过德国车的话，你们就知道低转速发挥最高扭力的感觉，不需要好像我们 NA 车你要踩到拉牛上树啊，这种车来德国车来哦。哇，有一点飞机声诶，感觉。然后过后就会差不多到120这样才开始就会安静了。那个声音应该没有错的话，就是 CVT 传出来的声音。我们试一下一个58%的油门，看它是什么反应啊！我不要用 Sport Mode 先，等一下我才试一下用 Sport Mode。哇，好像地震很扎实嘞，感觉到。对。58%油门，起步那一刹那真的会 lag 一下。哦，它有换挡的感觉哦。它会有一种这样的。好像在叫的 AT 的感觉很爽哎，我觉得。它会有静压感觉。哇，它加速很轻快一下。当然你要把油门踩到58%才有那个力水啦。对，你轻踩它就普通跑这样。它不像我们平常加2.0的turbo啊，你轻轻踩一个20-30%，它的力水就一直去。它就会一下子去了。这个要58%这样子，但是你不讲它是一个1000cc 啊。都感觉不错，真的感觉不错，我觉得好像1.5公升这样子啊。对，我觉得我驾到它的整个车身会重过 CD 的感觉，比较扎实一点的感觉。CD 我驾到是很舒服，没有错，但是你会 feel 到它同样是1100公斤的车啊，你会 feel 到这辆车会比较稳定这样子去。
当然它的这个臂真的是偏软的啦，行驶着100的时候是2000转以下。马来西亚try 一下 Unsport， 它就会把它的转速维持在比较高一点，油门轻快很多。哦，那个加速，呼，又顺又有力，这个 Sport Mode， 它会感觉开得很像很快的感觉，它会整个油门变很轻快。哦吼！真的嘞，它的风声控制啊，你看我开着150不像150了，它很稳，这样子去嘞。你去过最高时速可以去到多少？没有 Sport 的情况下，190极限啦。不过这辆车如果你讲要拿去做什么升级改装呢，是有一点限制的哈，因为毕竟它是 CVT， 加上它是一个1000cc remap，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马力啊大到哪里去的。但是如果你讲要普通家用啊，偶尔想要超车啊，轻轻松松啊，我觉得这辆车是非常的好，蛮舒服驾嘞。这辆车我 expect 那时候卖得很好，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的成绩就是你在马路上看到很少数的这个阿米拉。我个人是觉得是因为价钱太高了，毕竟上一代跟这一代相差30千左右。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加了很多安全配备的东西，加上它整个 build quality 啊，整个 quality 变得没有像之前开门关门咯送米落定的感觉。之前那个就一加快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容易感觉到要闪加的感觉。这辆车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但是它不会有那种像 MyV 的给到的那个，你一靠近那个线，它会帮你摆回来，对吗？这辆车没有吗？没有。哦，它有6粒喇叭，中规中矩啦，没有讲很好，没有讲很差。这个就是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它的转速哦，2000以下的时候，你要补油那一刹那，它就会有一点 lag 啦。3个人在车上的0到100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也是一样把那个 AC 关掉。OK， 来踩完 ，lag 了一点，过后 turbo 一来。当然，它不会给你那种贴背的感觉，但是它因为要推动一个1100公斤的车，所以它要把动力做成好像一个1.5公升自然进气那种感觉，是很够用的啦。你随随便便踩一点油啊，你看我58%油门下去，看它的加速，很稳嘞，这辆车。对它有种跑160不像跑160的感觉。哦，它有这种感觉啊。当你过大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辆车就 suspension 是偏软了的啦。再硬一点点的话，应该会好一点点。拿一个家用的车来这样子烧烤呢？什么鬼？后面应该车颈也是非常大的。Thank you， 幸好会是咯。轻轻松松啊，这个涡轮增压。可是我觉得哦，在山路那边用 Sport 会比较好了，因为它的转速一直给我维持在那边啊，所以我就下山的时候我就不用踩 brake 了。你看我的现在油门是放着的，我是没有踩 brake 的，这样子给它滑翔。L 我就不知道了 L。L 没有什么力水，它只是给你下山的时候用啊。对，没有什么力的嘞。它是给你下山用。我觉得 S 更有力耶。所以
以不是每个车可以用 Tail。OK， 我们很快的来到这个山底了，还是一样啦，请留守我的频道。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每次不这么快去放8度出来？不是我不要快，大佬，我也是要时间剪辑的。剪辑师又是我 ，cameraman 是我，编辑师又是我，字幕组又是我。所以我一手包办，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非常感谢子祥来，我们就下个影片8度再见了。OK， 下个影片就是等一下了。这个 steering 真的是超轻的。我想起什么车呢 ？X70也是这么轻哎。整个前脸呢拥有 GTR 的影子啊，如果在人家车后面的时候，人家压力大。好啦，影片就到此结束啦。留守我的频道来看我们的 Part 2冲上云霄，我会把这辆车开上云顶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啦 ，Goodbye。